2.5带个 T， 不要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。我身隔壁这一辆 Mazda CX-5， 对了，还没有错，是2.5带 Turbo 的 All-Wheel Drive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车主 YG， 你好。 Hello， 也是从怡保下来这边给我们观众看一下这辆 CX-5 带 Turbo 的啦。CX-5 呢，其实在我这频道很久以前出现过一辆，也是这个颜色，这个我是超爱的。当时我驾的是 2.5 NA， 当时的 Mazda 呢就有推出 CX-5 的 2.0 NA、2.5 NA， 还有 2.2 的柴油版。后来呢就推出这个 2.5 Turbo 来取代那个柴油的。听说你买车你在考虑这3个2.5 NA、2.2 低色还有2.5 Turbo， 完全不考虑 2.0。2.0完全不考虑，动力不到我想要的，车子重，我就选了这个2.5 Turbo， 因为2.2 低色我是看它引擎槽，现在价格也高一点点。如果是以前的价钱的话，你就买很划算。可能会选2.2低色，过后我看2.5 NA 也不是很够，就选了 Turbo。微微问一下它的 top speed 你试过多少？205最高。我看了的啦，看外国的可以到226都可以。 那这辆车完全没有改装是吧？没有，完全原装。虽然是买二手的，现在的价钱大概是他买了118千左右，金车180千哦。这辆 All-Wheel Drive 几年车啊？20年。现在已经2025了，这辆车我们算它是5年车了。价钱从180千新车，现在只需要118千就可以买回来这一个 D segment 的 SUV 2.5 Turbo。这辆车拥有228匹。 还有420个 torque， 跟柴油相差了一个大概30个扭力，柴油有450个扭力啦。原装是用 Toyo 的 Proxus R46， 只要是2.5 NA、2.5 Turbo， 还有2.2的柴油，全部都是用19寸的轮圈，尺寸为225 55 R19， 双活塞刹车卡钳哦。前面为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，后面呢也是一样225 55 R19寸，也是同样一个轮胎 Proxus R46。 后面也是有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，排气管呢它是双出的，所以这辆车的钥匙在这边有个掏沟里哦，有一点重量哈。看到有谁不爽，把它丢过去，它打开车尾箱呢，除了在这一边按之外哦，在这边有一个电磁阀，按一下。 有电动尾门，尾箱空间呢是肯定比我上一集试驾的 GLA 35来的大。怎么说都是 C segment， 可是这个 C segment 的 SUV 呢，在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，它可算是最小的一个空间。因为马自达造车是做来给 driver 的，所以不在乎太多的空间，只要是驾驶还是比较讲究的啊。这里拉杆一拉的话呢，椅背可以做倾倒，去买家私没有问题。还有一个。 备胎，马来西亚人的最爱。遮阳帘呢，可以把它打开。它的好就是它不像一般的 SUV， 这个是跟着你的大镜，最有意思哈，这个比较少见的一种设计哈。CX-5 还是比较耐看的，虽然现在的 facelift 已经换了那个灯，我感觉到我比较喜欢这一款的灯啊，因为它长得像眼睛。我们解锁一下，看到吗？还是比较美的，它像翅膀，然后眼睛。新款的2个 L， 前面也是2个 L， 这一个旧款的呢还比较好看的，你看，像眼睛。 感觉像一个女人画了眼线，我很喜欢它的材质啦。当年一推出的时候，它会给你一个哇哦的一个感觉。前后都是用的软质塑胶，这个摸上去真的很像我，这是 plastic 来的。这里摸得到都是皮革，这里也是皮革，下面这边就是 hard plastic， 可是摸上去都是高级的塑胶。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，这边还有一个盖打开，还可以充电的 USB。 有开放手机，后面这里有微微凸起来，因为它是4轮驱动嘛。这边有冷气出风口，我坐下去，我身高173哈，大概这边都没有什么腿部空间了的。而我的头顶呢，大概剩下一个多拳头。在这个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，Mazda 比较吃亏的座椅呢，就比较稍微的偏硬一点，有一点带欧系的感觉，蛮有支撑的，尤其是这个背部这边，这边有2个灯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手把。 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软质塑胶，还有一些缝线，动得到的地方都是皮革。副驾驶这边有电动调节的座椅，这个都是软质的塑胶，摸上去很像皮革的。这里是真的是皮革了，直接整副到这边，只是它没有带气氛灯啊。OK， 然后里面呢
最重要就是还有 carpet 的高尚的感觉，轨动到的地方全部都是皮革，所以很舒服。这是你这个是加装加装啊，这个是为了charger。我的 charging 还有一个 USB 插槽，一个 Type C 是吗？这样充电就比较快了。原本是这里是空的是空啊。然后我很喜欢的 Mazda 的这个，太好了。还有这些把灯啊，真的是不错。还有2个置杯架这边，一个手扶，这个是不能调前后的哈。然后我们来打开引擎盖一下，这里是打开油盖，打开侧尾箱，防滑系统关闭，车道偏离的系统关闭 ，iStop、Auto Start Stop 啊 ，Parking Sensors， 还有360的 camera。哇，这个盖真的是有点重量哈，然后它没有给油压顶杆。这一具的代号是为 Skyactiv G PYV-PTS 2.5公升的自缸引擎。国外的数据来讲，这辆车是可以达250匹马力的，可是在马来西亚就把它降为228匹，可能它是为了可以打95吧，可能吧。再配搭这个6速的 Skyactiv 的自动变速箱，228匹马力，还有420个牛顿米的扭力。你是打97啦，你觉得这个打97的油耗对你来讲怎么样？打满大概是在150块左右，中脚的话只能走300多，如果轻脚可以走500。一路上160到180的话，你的油耗大概会多少？6.6左右。6.6 km per liter， 因为它是市区啦，要马儿跑得快，必须要给它吃多一点草，这个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这辆车的这个轴距为2700mm， 刚刚好，一个标准的 C segment 的这个尺寸，长度为4550mm， 宽度为1840mm， 高度为1685mm， 车身重量大概是1.7吨左右。这辆车是有2组的记忆座位，还有10项的电动调节，风琴式踏板啊，这些把灯啊都蛮有质感一下的，尤其是这个 side mirror 的调节。打着这个引擎，我坐在里面就是挺安静一下的。排油的话肯定会听到一些哒哒哒哒哒那种声音啦。然后这辆车有配备的360的 camera， 虽然呢在这个价位新车180千，它真的是算萌了。你比起宝段的 X70才120千这样子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非常高清的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按钮这里按一下，打开跟关闭了。这个荧幕呢，在这个年代来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，因为 CX30 都比较大了一点，可是 CX30 是不能 touchscreen 哦 ，CX5 就可以。这个界面还是很顺的哦，有带 Apple CarPlay。Wireless Fuel Economy Monitor， 哇，你刚刚 reset 过12.1 km per liter，OK 吗？这样子还有 Auto Hold。这个仪表呢，比我之前试驾的那个2.5公升呢，已经更新了这个全新的仪表，所以你会看到 E 是在往下面指的，中间这边就是一个框，然后全液晶仪表在这边 ，Trip A、Trip B、Lane Keep Assist 啊，跟车系统吧，什么都不要看，完全 off 掉它。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指针了。其实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有带这个蓝色的，如果车冷的话，蓝针在这边，这里是红色水滚。这个就是你的油表，打码还可以走418 km， 一键闪3下，还有一个自动头灯，然后远光灯，还有自动雨刷的。只是说这辆车就少了换挡拨片，就很奇怪，它跟迪泽一样是不给的，但是可以去加装。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，还有带一个 HUD 抬头显示器。这辆车还是6粒喇叭啦，这里还有2个灯。橙灯，有强迫症的人可以去换 LED 白灯。哦，这个放卡这样子放啊，哎，这个不能放卡没可以哈？可以啊。哦哇哦，哦 interesting man， 这可以塞1张卡嘞。那我们就去试驾吧。你看这个挡挂的拨杆的感觉都是非常的有质感的一个哈。所以 Mazda 呢，它已经宣布它自己做 Premium 的牌子啦，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哈。OK， 首先做起来一点呢，就是这辆车的这个悬挂的感觉啊，它肯定不像我们一般上最近看到的很多中国推出的这些 SUV， 它们都是偏舒适的，真的是软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喜欢舒服驾的人，你不讲究这些操控的话，那肯定是舒服就是好了哈。然后可是它带来的一个烦恼就是我一加上去，我比较习惯硬了的啊，不习惯软。哪一个男人喜欢软？太软的话，一过一个减速带啊，过 bump 的时候，我就非常不喜欢它那种多余的左右的晃动。那在这种情况的话，在 Mazda CX-5 上面是肯定不会有的。那我感觉到 CX-5 的它的这个悬挂的设置还比 CX-30 来的更加硬一点点的。车重的关系，它可能要把它调得硬，可能吧。那 CX-30 还是偏离舒服一点点，可是 CX-5 呢就哇哦。你还可以感觉到更加多的路感，因为它是19寸的轮圈呀，所以呢，驾驶的话呢，这个轮胎的回馈啊，不管是轮胎的噪音啊，都给你比较多的啊，很顺啊！我现在轻轻踩的话，完全不感觉到这辆车是一个 turbo， 很顺，真的。
好，现在加这一个普通的 NA， 没有错的话是双层玻璃来的哦，这样厚。关了之后声音的确少了，这也是喜欢它的一点。隔音不错啊，有一个小毛病，它的车脚有一个声音。哦，这个是很多 CX-5 一出新车都会遇到的问题来的哦。新车一出了去 claim 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啊。我去了回原厂，他也说没问题。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锅巴慢一点，音响开大声一点。感觉到这辆车就是少了一个换挡拨片，少了什么东西这样子，可是还可以去装啊，没有可玩性。就你要用手动模式也是可以的，当然，可是就少了一点点味道。没关系啦，还是可以去装的，可是要花一点小钱啊，这样子啦。我还是很喜欢 Mazda 的这个方向盘啊，蛮直接的啊。如果对于一个普通家用车来讲啊 ，OK， 它整个方向盘的这个回馈都是挺直接的，所以你驾这辆车一刚开始驾的时候，你或许有点不习惯，就是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啊，你不能摆动太多，你摆动一点点的话，后面的乘客都肯定懂。所以你要慢慢的啊，你要习惯慢慢的。然后我很喜欢 Mazda 的油门啊。Mazda 的油门呢很简单，如果你们今天在空档的时候，你试一下，你去踩它的油门，它跟 BM 一样的，你就是可以维持在你要的转速，然后它的2000、2100、2200都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比较精准的一个油门你不会捉摸不住。然后就是变速箱的反应呢，在这种情况呢，你看我这样子慢慢的踩，它不会因为了要给你动力而强制降档这样子，还是很顺的，而且它的变速箱的绑定非常的紧。有点类似像我们家的宝马的 ZF 8-speed ZF， 感觉差不多。如果在这么多日系车里面，它的这个变速箱真的是蛮顶的。虽然还是6速啦，如果在这个时代来讲，人家都讲多大已经出了8-speed 了，可是没问题了，我觉得 6-speed 也是可以用的。哇，这个手扶它不能调前的是吧？不能。哇，这样子我的手就不对了哦，我手就放不到手扶箱那边的感觉了哦。它的刹车的反应还是挺线性的，踩多少给多少，感觉上踩起来跟普通的 2.5 NA 差不多。虽然这样是一个 twin pod， 可能它的力道是在于你要真的是用力在踩，你就感觉到它的力道在哪里了。说饭你买到来是多久了？这辆车5个月吧，8月开始的。所以你的使用心得是怎么样呢？耗油，就是耗油而已啦，其他都是开心啊，开心，嘴角会笑一下。笑，在 highway 简直就是笑社区。这辆车挺不错哦，因为你就是从怡保这样子来回 KL 走 highway 肯定是爽，尤其是高车啊。以前虽然我喜欢驾低车的感觉，就是它怎么说都是会比普通的高车来的稳定啦，在 cornering 高速也好啊。可是就是高车有高车的好，我可以看到蛮远，这个就是它的好一点。除了耗油之外，完全都不是问题啊。其实 Mazda 的柴油其实也是不算省油的哦，可能你在宝马的这个柴油可能1桶油可以走到800到1000公里，可是在于 Mazda 上面不是这么说的，它可能走到600到700，最多也是800，不多。所以 Mazda 的柴油它不是算省油的，可是动力是蛮不错啦，有450个档。看在这个路况比较没有这么平的时候你总会感觉到它的路都是不平，这个车会跳一下跳一下的有一点点类似我们的普通的Sedan换了 Sport Spring 的感觉。我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它跟普通的 SUV 不一样就对了，它比较偏于运动化一点，然后椅子也是偏于运动化一点。我蛮喜欢它这个变速箱的绑定，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很紧，它不像一般上我们家的Toyota那种iSyn，它为了把它调教得很顺当我这个时速我松开油门了之后它的 RPM 就会跌到是1000，它感觉上就像变速箱跟传动器它就断开连接那种感觉，给你去滑翔这个有好有坏，它滑翔是好很顺，而且这辆车可能就比较省油这样子啦。可是它的坏处就是它不会帮你用 engine brake， 就是你看现在我可能跟这辆车比较慢了之后，我需要减速，我把油门松开，这辆车就慢慢的减速下来，感觉上就是我驾宝马这样咯。那我跟着我的朋友的330i 或者是320d 也好，你跟
在的后面哦，前面车慢下来，你也不会看到它踩 brake 的，它不需要踩刹车，因为它一松开油门之后啊，它会自然的慢慢的慢下来，因为它的变速箱还在绑定着，直到可能它掉了1000转才会松开的感觉。我这样子讲你不明白，你要去驾你才懂。松开我的油门啊，它的这个转速还维持在这边的，除非它降档，它的转速就会往上面升。那我松开油门，它还是紧紧的在3000转，看到。升档跟降档都很满意啊，我没有得 complain 的这辆车。看，我一推上去一下不了，它就立马反应，不用等。Yes， 它的 gearbox 给我的感觉像 DSG， 感觉像有咯。我老诶，那个力是2500转都感觉到来有了，最饱是3000转嘞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Bobby大哥讲这辆车会出事情，因为它真的是有力。那我们把这辆车拨换到 Sport， 哇，那个变速箱的 Sport 哦，我们就把这辆车做个0到100的测试吧。这辆车有 Overdrive， 把 AC 关掉，3、2、1，踩完，还有 Auto Start。感觉到这辆车哦，它的转速就没有像 NA 这样很爱拉高转的。你看它的原厂呢就设置在5500转就给你升档。OK， 可能保护机制还是怎么样。如果用手动模式，它也会自动帮你升档。不会啊，不会哈，不会，这样它可以拉到几千转哦。6000看，6000看啊。可是为什么它原厂就是你可以try看，它会看。哎，真的嘞，6000转准就看了嘞。哇，这辆车会出事啊！真的看，啊，你会不知不觉的超速了它？不会耶，哇哦 ！OK 啊，过弯那些都很棒哎。可是哦，我就不知道现在 all-wheel drive 到底是前轮在动还是后轮在动，要给多少力，没有得看。哎呦，这个力啊，就是感觉上很轻松的。我踩那油门那一点点，它的力就给140的时候是走不到3000转的。OK，let's try 3000转的话，大概是多少 km/h 啊？150呀，150。而我感觉到现在的 Lane Keep Assist 它会微微的帮我拉一下咯，我蛮喜欢它的扭力的。我大概这个转速2500的时候，我再接着那个油门踩下去，你会感觉到很有那股饱满的那种扭力啊，不需要降档，它就可以把这个速度提上去，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了。而我大概150的话，才听到那些一点少许的胎噪声，其实没有那种风声的，因为加 SUV 一定是风噪蛮大一下，这个车还可以控制到很不错。我只是听到胎噪不了，就这样子。6粒喇叭发出来的声音，虽然这辆车没有说有 BOSS 的影响。声其实不错，原厂车有给到这样，其实我蛮满足一下的。engine 太安静了，我感觉到如果加 NA 的话比较吵一点。它会拉高转。那个声音的高转还有听到声音，可能我维持在4000转都会有，可是这辆车比较安静一点，摩表没有这样吵。可是真的是太好踩了，这辆车，我轻轻过了啊，轻轻到28%的油门这样，不用踩死了还。这个时候呢，前面有个大弯哦，我很习惯性让马自达去 Sport， 然后自己来过弯这样子，然后 hold 着那个档位。OK， 我们试一下，哇，我吃我的线，120过弯哈，我们让这个 all-wheel drive 来做。其实不错哎，还可以更快。
哎呀，我试过哇！我去关丹的时候试过走这条路。哦，你是有跑去关丹哈？啊，有跑过一些大弯，它可以跑在130、140弯这种大弯。哇，你看这个 spot 把我拉高转移，我喜欢他的这个 spot， 的确不错，聪明，他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其实你驾久了嘛，知道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很得心应手的，他会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油门大概知道你要干什么，这样子，他会 ready 给你。所以这个是人与车之间的一个沟通、一个交流。OK， 所以说驾车不是只是驾不了。你跟他沟通很重要的，他给你一个 signal， 就是我现在要做什么啊？你不需要讲，你不需要动，他来帮你，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其实我蛮享受一下他的操控，not bad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拿这辆车来载家人的话，我家人很辛苦啊。给我这样子驾的话，过弯了。会骂。你要记得在家人是不能这样子做的，只是我们一个人驾的话是可以。好嘞，那我们这一个8万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，老铁们都知道我们干什么了啊。然后这辆车肯定要试一下的这个动力哈。变速箱反应体系也不错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试用这个手动模式啦。其实 Mazda 的这个降档哦，往前面推其实有它的道理的，就是我们习惯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啊，就是可能要摆弯之前，我们就手这样子推上去，然后再把手回来，这样很顺的一个。他们有他们原理啦，其实也不错啦，跟宝马一样的道理。OK， 非常感谢 YK， 谢谢你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好嘞，各位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